眼看着蓝忘机越走越快，魏无羡追上蓝忘机之后，干脆就拉住蓝忘机的袖子说道：“蓝湛，干嘛走这么快？我知道你腿长。”14、15岁小少年已经长成了1米7多的个子，在同龄人中已经算是很出类拔萃的，但是魏无羡总感觉自己比蓝忘机低那么一点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手，说道：“松开。”魏无羡眨了一下眼睛，说道：“松开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走那么快，我追不上你。”蓝忘机不语。魏无羡说道：“再说了，你让我松开我就松开呀，那我多没面子啊。”蓝忘机一听，精致眉间闪过一丝讶然，似乎在想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偏偏这个人还不觉得他自己脸皮厚。蓝忘机不想搭理他了，转身就走，而魏无羡就抓着蓝忘机的袖子不松开。刚走的没有2步，魏无羡觉得自己的脖子后面传来一阵疼痛，疼痛来的太过于突然，魏无羡没有咬住唇，轻轻地嘶了一声，然后松开蓝忘机的袖子，捂住了自己脖子后面的腺体。真是奇也怪哉，最近他脖子后面的腺体怎么老是疼啊，又疼还痒。疼痛过后就是一阵阵的酥紧耗麻和刺痒，魏无羡忍不住想抠一下，但是腺体是最脆弱的，别说抠了，有时候连碰都不能碰，所以魏无羡现在只能忍着那一股劲。蓝忘机转过身看着魏无羡捂着自己的脖子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不知为何，在蓝忘机开口的时候，魏无羡似乎是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，像是清冷檀香围绕着他一样，但是却只有一瞬间，恍惚到就好像是出现了幻觉一样。魏无羡忍着脖子后面的刺痛，说道：“没事，就是这几天总是觉得自己脖子后面有些痒而已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但是脖子后面毕竟是腺体，再加上魏无羡又是一个腺体还没有分化的，蓝忘机还是提醒了一句：“你别抓它。”魏无羡好像似乎又闻到了那股清淡的檀香味，味道十分好闻，勾得魏无羡的心直挠痒痒，但是若有若无，导致魏无羡有些不爽。想了想，魏无羡还是问蓝忘机：“蓝湛，你有没有闻到别的什么味道啊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。魏无羡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奇了怪了，难道是我闻错了吗？”蓝忘机检查了一遍自己脖子后面的腺体，发现自己的信息素并没有往外涌，心中轻轻地松了口气。魏无羡又悄悄地吸着吸鼻子，发现那一股清淡的檀香味确实是没有了，小声道：“真的是见了鬼了。”蓝忘机提醒了一句：“你现在还没有分化。”言下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分化，是闻不见任何信息素的味道的。魏无羡点了点头，感觉自己脖子后面的腺体没事了，于是又恢复了平常那股吊儿郎当的模样。快走快走，我们去食堂，不然好吃的让他们抢完了怎么办？等下周回家的时候去医院检查一下腺体怎么回事吧。蓝忘机没有办法，只能跟着魏无羡去了食堂。等2个人吃过午饭之后，从食堂里面出来都出了一身汗，食堂里面的人太多了，再加上热气还多，所以2个人从食堂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感觉身后的校服 T 恤都湿了。魏无羡说道：“蓝湛，你陪我去教务处里面拿我的行李吧，我一个人估计要跑好几趟，我们2个人尽量一次性都拿过去吧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。魏无羡笑着说道：“好嘞，蓝湛，谢谢你了。”2个人到了教务处，就看见了魏无羡的行李，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就2个行李箱和一些平常用的东西而已。但是那2个行李箱确实是挺重的。好在蓝忘机的宿舍是在2楼，2楼最里面的那一间就是环境确实是特别的安静。2个人奋力地把行李箱搬到宿舍之后，魏无羡一打开宿舍门，看见里面的场景之后愣了。宿舍真的是太干净了，而且装饰的也特别的好看，简约又大方，和魏无羡以前在别的学校住的宿舍根本就不一样。而且看着蓝忘机书桌上摆放的书，全部都是一些魏无羡看不懂的书。魏无羡又看了一点洗手间，发现洗手间里面也是一尘不染，洗漱台上放的都是一些为数不多的洗漱用品，但是依旧看起来很精致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不由得说道：“蓝湛，你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了。”蓝忘机没有回答魏无羡的这个问题，只是说道：“收拾东西。”魏无羡连忙点了点头。宿舍里面有空调，蓝忘机把空调开了，就坐在自己的书桌上，准备刷一会题。
然后睡个午觉。而魏无羡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好之后，就去了洗手间。蓝湛，洗手间里面可以洗澡吗？蓝忘机淡声道：可以。魏无羡回道：好的。等冰冷的水洒在魏无羡的身上的时候，脖子后面的腺体又开始疼了起来。魏无羡轻轻地吸了口气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几天为什么腺体疼得这么频繁？小少年本来就处于懵懂时期，一些生理的关系也不知道，再加上魏无羡也没有刻意的了解过这些生理关系，腺体疼过之后就是频繁的痒，关键是魏无羡还不能抠，而且也特别的烫。他把自己的脖子放在冰凉的墙上面，这才感觉好受一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现在特别想念那一股清淡的檀香味道，不知道是谁的信息素还是谁的香水。他现在还没有分化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信息素会是什么味道的。等他分化的时候，他的信息素难道也会像那个檀香味道那么好闻吗？魏无羡忍着腺体后面的痒，简单的冲了一个冷水澡，便裹着一个浴巾就出来了。洗过的头发还在滴答的水，魏无羡简单的拿了一个毛巾擦了擦。他现在感觉浑身无力，就是想睡觉，感觉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。云深中学的校服都是有2件的，魏无羡从自己的行李箱里面拿出一套干净的校服，准备换上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脸色些惨白的样子问道：你怎么了？魏无羡整个人都有些有气无力，看起来没有上午那么欢脱了，说道：不知道，感觉浑身没劲，想睡觉。蓝忘机看了一下时间，马上就1点了，淡淡说道：下午2点半上课，时间还早，可以睡会儿。然后便起身从自己的书桌上站起来，进了卫生间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背影，不由得有些好笑，这是怕看见他换衣服吗？但是魏无羡现在已经不想思考那么多了，赶紧换完衣服之后躺在了床上，不一会儿就浅浅的睡了过去。而蓝忘机出来的时候看见了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，小少年十分乖顺的躺在床上睡觉，纤长的睫毛盖住了那双平时灵动的眼睛，看起来特别的乖，根本就想象不起来他平常醒的时候是如何吵闹的模样。蓝忘机喝了一口水，忽然闻到了空气中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。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闻起来好像是玫瑰香，但是蓝忘机并没有多想，只是觉得大概是沐浴露的味道。